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文。今天我们来拆解普洱茶，如何来分析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茶品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茶，是不是古树茶？我们从干茶部分我们就能给它讲述出来。很多人在怀疑，从干茶你能看出来什么？你能知道它是一个春茶还是秋茶，还是一个古树茶，还是一个丹珠，包括茶商都分辨不出来，何况是平时喝茶的茶友。那好，今天普文就给大家来讲述一下，从这个干茶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八九不离十。那我们制作人怎么去判断的？我们怎么去收茶的？或者我们怎么来鉴别别人茶的？普文在这个视频当中给大家讲述干茶如何来判断普洱茶的干茶好不好，如何区分是不是古树，如何区分是不是丹珠。普文要在这里打一个包票，八九不离十。好，首先这么一看，这个条形这种叶子扁形的条子一根一根的我们首先捡到这么一根条子，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一个芽，这个是断了，这个断了这个叶子也断了，底下还有一个一芽4叶的采摘。那这种叶子一芽2叶，这么叶子一芽3叶。那普文一看这个茶，这样的一个茶，我基本上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丹珠的采摘，一个古树的采摘。那如何来判断呢？那听普文细细给大家讲解。想知道的茶友点个强烈的赞，没有关注普文的茶友关注一下普文。普文带大家了解领略，从干茶就能分辨。如何来判断这个茶是春茶？很简单，大家来看这个叶形这个叶子，这个是一芽3叶的一个采摘，芽叶特别短，这个梗特别细特别短，这个叶与叶之间的一个节，第一节与第二节都不超过2倍，第二节不是第一节的2倍很短，那个雨季不到。从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八九不离十的判断，只有春茶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但是大家要记得，这个一波茶当中你要去看，大多数都是这样，那就基本可以下判断这是一个春茶。那为什么普文说它是一个丹珠的采摘呢？很简单，大家可以看这个条形，春茶判断完毕之后，丹珠就是春茶采的，秋茶它采不了丹珠，没有那么大的树可以采丹珠。来，这个条形有大的刚看见像这种有小的，有的刚才那个梗是一芽4叶的采摘，有的是一芽2叶，有的是一芽叶，有的像这种小的还采到马蹄了。这个从常理，普文告诉大家，茶农采摘茶，尤其是丹珠，能给它落下吗？能多采一点就多采一点，因为丹珠你卖得起价，这是常理判断。所以从这个茶的采摘方式，如果我们正常做茶人的采摘，像我很简单，要求一芽3叶标准采摘，如果不是一芽3叶的标准采摘，那价格卖不上去。但是丹珠除外要做丹珠的茶，它尽量能做的重量比较多，干茶我们能做到比如说5公斤大的能做到10几公斤，那这个茶在这个市场上就存在了价值，存在了价格的区间往上扬。这就是一个现象与事实，我们从现象与事实可以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你知道动机和背后的原因之后，那你是不是更加增长知识？从拿到茶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判断。在这里普文先不教大家如何来辨别夏秋茶但是教大家辨别一个春茶。那春茶除外，这个类型除外，那是不是
下秋茶了吗？大家可以用排除法。好，如何判断春茶？如何判断这个茶是古树还是丹珠？普文给大家讲的这个非常实用啊。下一期普文从干茶再跟大家讲如何判别这个茶，一看这个干条口感如何。喜欢的茶友关注普文，普文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制作。我们下一期节目见。